3I-Atlas 这颗来自遥远恒星系统的访客，已经悄然穿越了火星轨道，现在正以惊人的速度朝着太阳疾驰而去。它正进入一个尤为关键的阶段，在炽热的阳光照耀下，它的行为可能会彻底揭示它那非比寻常的星际身世。科学家们在这颗彗星进入内太阳系的早期阶段，就注意到了一些令人意外的信号。这些初步观察结果已经显示出，它并非一颗普通的彗星，暗示着其内部隐藏着截然不同的故事。它在远离太阳的寒冷太空中，就已经开始大量释放水蒸气，伴随着富含二氧化碳的挥发。这种组合在太阳系中的彗星中极为罕见，这强烈暗示它的化学组成与我们熟悉的那些起源于柯伊伯带或奥尔特云的彗星有着本质的不同。而随着 3I-Atlas 即将在本月底逼近它距离太阳最近的轨道点，也就是近日点，全球的天文学家们正在紧盯它的一举一动。他们希望通过观察它在日益增强的太阳热量与强烈辐射下的反应，来进一步揭开它的物理结构和内部组成。在今天的视频中，我们将深入解读这颗星际访客所带来的最新研究成果，探讨这些发现背后所蕴藏的科学意义，并展望它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可能带来的突破性进展。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同踏上这趟跨越星际的探索之旅，揭开 3I-Atlas 的神秘面纱。3I-Atlas 的传奇开始于2025年7月，一个普通却又意义非凡的夜晚。那时，天文学家通过位于夏威夷的 Atlas 天空巡天系统，发现了一个暗淡但异常迅速的光点。它的速度之快，远远超出了太阳引力能够捉住的范围，一眼就暴露了它的星际身份。进一步计算揭示出，它沿着一条典型的双曲线轨道飞行，这种轨道形状只有外来天体才会呈现。这一发现迅速让它跻身天文学的焦点，成为继2017年的奥莫莫和2019年的鲍里索夫之后，人类观测到的第3位真正意义上的星际访客。在10月初的某个时刻，当 3I-Atlas 划过火星轨道时，欧洲的 ExoMars 微量气体轨道器成功捕捉到了它的一张远距离照片。虽然只是一个微弱的光斑，但这张图像是这位星际旅客进入内太阳系的首次官方亮相。在这张图像中， 3I-Atlas 显示出一个明亮且结构紧凑的挥发，然而却缺少我们常见彗星所特有的那道长长彗尾。这种异常的形态让科学家产生了浓厚兴趣，它可能预示着一种我们此前从未见过的活动机制。随着这颗星际彗星逐渐靠近，世界各地的地面天文台迅速投入观测行动，而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也调转方向，将它那极高灵敏度的光谱仪对准了这位访客。这些先进设备提供了关键性的光谱数据，为我们描绘出它气体成分的化学图谱。观测数据显示，即便它仍位于离太阳足足 2.9 个天文单位的遥远距离，差不多是地球到太阳距离的3倍， 3I-Atlas 却已经开始猛烈地喷发水蒸气，速度高达每秒40公斤。这个数值惊人到足以令天文学家反复确认它的准确性。这种强度的活动在那个距离简直前所未有。通常彗星只有在接近太阳时受到强烈加热，冰才会快速升华，但 3I-Atlas 却像是不等通知就提前启动的引擎，让天文学家不禁猜测它究竟蕴藏着怎样特殊的能量机制。通常来说，彗星在距离太阳 2.9 个天文单位时还处于沉睡状态，表面冰层稳定，几乎没有活动。可这颗彗星却像被内在能量点燃一样，提前引爆了它的活跃期，完全颠覆了人们对彗星作息规律的认知。而更令人目瞪口呆的是，它释放出的气体成分比例也非常反常。在大多数彗星中，二氧化碳通常只占少量，水才是主要驱动力。而在 3I-Atlas 身上，
这一比例被彻底颠倒了过来，二氧化碳含量远远超过水，颠覆了长期以来关于彗星成分的既定印象。让人困惑的是，虽然测得大量二氧化碳的存在，但推动这颗彗星活跃的似乎并不是二氧化碳，而是水蒸气本身。也就是说，水在这个距离下居然成了主角，而这在以往的彗星研究中几乎是闻所未闻的情况。进一步的偏振观测，这是一种分析光线散射方式的技术，也为这一观点提供了有力支持。数据显示，3I-Atlas 的挥发中包含的尘埃，其散射行为与我们在典型太阳系彗星上所见不同，暗示这些微粒可能更细小，或者含有前所未见的化学成分。令人惊讶的是，科学家在分析 TESS 0日系外行星勘测卫星早期拍摄的影像时，意外发现这颗彗星早在距离太阳6个天文单位时就已有活动迹象，这一距离甚至比木星还远，意味着其内部的挥发性物质在极低温环境下就已经被激发，完全不同于我们已知的彗星行为模式。这种远距离就开始活跃的现象，在彗星中极其罕见，几乎可以说是异类。它强烈暗示 3I-Atlas 的形成环境与我们熟悉的太阳系彗星完全不同，它经历了截然不同的热历史，也可能蕴含了源自另一颗恒星系统的原始物质。汇总当前的光谱、偏振、轨道及早期活动数据，科学界几乎一致认为 3I-Atlas 是在完全不同于太阳的恒星系统中诞生的星际访客，它可能来自一个更寒冷、更遥远，甚至拥有不一样恒星光谱的星域，成为我们窥探宇宙多样性的活化石。这些非比寻常的观测结果，不仅是对一颗彗星的重新认识，更是对整套彗星理论体系的重大挑战。它让天文学家意识到，我们对于彗星行为、成分以及它们的形成机制，可能远没有想象中那样全面。按理说，只有当彗星靠近太阳，水冰才会因高温开始剧烈升华，这个触发点通常出现在3个天文单位以内。但 3I-Atlas 却完全打破了这一常规，不但在更远的距离就醒了过来，还释放出了大量的气体，证明它的内部动力机制与众不同。科学家提出的一种解释是，这颗彗星内部深藏着大量极易挥发的气体，例如二氧化碳或是一氧化碳。当它刚刚接收到一点点太阳能量时，这些物质就开始升华，并在地表下方形成气压，最终导致外壳破裂，释放出喷流，点燃整颗彗星的活跃状态。这一过程就像是打开了一个内压锅盖，让那些原本应在更靠近太阳时才释放的挥发性物质和水蒸气提前喷涌而出。结果是 3I-Atlas 展现出远超预期的早期活动，令科学界大为震惊。另一种被广泛讨论的可能性是，这颗彗星的核心结构异常疏松，像一块多孔的太空海绵。这样一来，阳光就能轻易穿透表面，深入内部，从而激发深层的冰和气体提前活跃，导致整颗彗星过早苏醒。3I-Atlas 的独特化学成分就像一个来自外星的化验样本，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其他恒星系统化学工厂的窗口。它提供的线索有助于我们推测那些遥远恒星周围星云的温度、构造甚至形成过程。从它高比例的二氧化碳来看，科学家推测这颗彗星诞生于一个圆形星盘的边缘地带，那里远离恒星，温度极低，适合冷凝出大量二氧化碳。这种环境正好与太阳系早期形成冰巨星的外缘地带相似，却又具有其独特的化学印记。这种形成环境也正好与它如今的星际轨迹相吻合。这是一颗真正漂洋过星海的访客，与那些出生在太阳附近、轨道温顺的典型彗星相比， 3I-Atlas 无疑属于另一个族群。此外，天文学家还注意到一个微妙但关键的细节，
它的偏振光特性与我们在太阳系本地彗星中观察到的模式存在显著差异，这说明它会发中的尘埃在大小、形状或是结构上有着完全不同的属性。这一偏振差异的背后，可能是尘埃颗粒的结构更为松散，尺寸分布更加极端，甚至可能富含某些我们在太阳系中少见的矿物质。这些信息或许能揭示它诞生星域的独特地质条件。每一颗星际尘埃粒子都是它母星系的微型化石，带着那段遥远星云的化学指纹。透过这些尘埃，我们也许能拼凑出它起源恒星系统的化学环境、温度历史，乃至当年的星体演化方式。当然，在科学界的讨论中，也不乏一些更具争议性的观点。例如，哈佛大学的天文学家阿维勒布曾大胆提出，一些星际物体的异常行为，比如轨迹偏离、加速方式不同等，或许不能完全用自然现象解释。他甚至猜测，这类物体可能是某种外星文明制造的探测器或遗迹。然而，具体到 3ILS， 目前的所有观测数据，无论是轨道、成分还是偏振特征，都更倾向于自然形成的解释，没有发现明确的人造痕迹。它更像是一块经历了漫长旅程的宇宙漂流木，而非某种智慧生命的遗产。这颗彗星所展现出的行为和结构，完全可以归因于它诞生于一个极为遥远、条件特殊的恒星系统。那里的行星盘可能富含挥发性元素，其化学结构也与我们熟悉的太阳系物质有着天壤之别。如今 3ILS 正式加入奥莫莫和鲍里索夫的行列，成为人类观测史上第3个明确确认的星际天体。这3颗宇宙访客构成了星际小天体研究领域最初也最重要的数据基础，为科学家理解银河系中物质的流动与交换提供了真实样本。我们可以把这些星际天体看作是其他恒星系统派来的化学信使，它们的构成和行为就像时间胶囊一样，记录着遥远星球诞生时的环境，也揭示着行星在银河系不同角落如何诞生、演化甚至灭亡的线索。而现在，随着 3ILS 即将迎来与太阳的最近距离接触，这个跨越星海的旅程也正走向最高潮。它的命运如何，也将在这个关键时刻揭晓。10月29日，一个被天文爱好者和科学家们圈上了红圈的日子。这一天， 3ILS 将抵达其轨道的最近点近日点，距离太阳仅约 0.53 个天文单位，也就是比地球还要接近一半的距离。这是一场高温与高辐射的终极考验。届时，它将暴露在太阳炽热的直射之下，遭遇它旅程中最猛烈的一轮加热与辐射冲击。它是否会剧烈活动？是否会粉碎解体？还是奇迹般保持完整？答案将在这场热战中浮出水面。天文学家们已经为这颗彗星接下来的命运列出了3种可能的剧本，而每一个都将带来宝贵的数据和启示。第一种情况是它迎来一场爆发性觉醒，受到太阳炽热能量的刺激，彗星表面或许会出现剧烈喷发，释放出巨量气体和尘埃，不仅使它的亮度迅速上升，还可能形成一条醒目的彗尾，在天空中划出壮观的一笔。第二种情境则更为惨烈，如果它的内部结构无法承受快速升温带来的热胀冷缩，或者因为自身旋转而失去平衡，整颗彗星可能会发生碎裂，解体成若干块小天体，露出尘封已久的核心层，像一颗解剖中的星际遗体。还有第3种可能，虽然几率不大，但也不能排除，它会安然无恙地通过近日点，既不爆发也不解体，就这样默默穿越，仿佛是一位在高温炉中毫发无损的宇宙旅人。无论哪种情况发生，彗星近日点后的表现期都将成为科研黄金窗口。
科学家将密切跟踪其活动强度、结构变化与光谱特征，为揭示其本质积累一手数据。欧洲的 JUICE 探测器原本设计用于木星系统的任务，也将临时承担起一个特殊使命，在太阳远侧对 Sun Atlas 进行监测。它将捕捉这颗彗星在近日点过后是否出现延迟爆发或结构改变等现象。不过，由于 JUICE 在这个时期将使用备用的低速通信天线，所有数据需要更长时间才能传回地球，因此关于它近日点后的详细分析报告，预计最快也要到2026年初才能正式对外公布。与此同时，一场全球观测行动也在展开中，韦伯望远镜、哈勃望远镜以及世界各地数十座地面天文台都将联手，对这颗彗星进行近乎实时的追踪观察，从彗发形态到光谱变化，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如果 Sun Atlas 能顺利挺过近日点的考验，那么到12月初，它将再一次出现在我们视野中，届时它将与地球保持约 2.7 亿公里的安全距离。虽然远，但对于望远镜来说已经足够近，能让我们继续观察它旅程的后半程。科学家将密切比较它在近日点前后的光谱数据，这种前后对照实验可以揭示太阳能量如何实质性地改变星际物质的状态。这类信息是任何地面实验室都无法模拟的，因为我们无法复制那种高能辐射与真空冷冻交织的极端环境。这场观察行动的意义已经不止于了解一颗彗星，它更像是打开了一个通向星际化学与行星形成学的大门，为我们探索宇宙中其他恒星系统的构造提供了一把独特的钥匙。通过 Sun Atlas 的研究，科学家正在逐步完善所谓星际碎片交换模型，这是一个用来解释恒星系统之间如何互相交换材料的理论框架。换句话说，这颗彗星就是一个实打实的例子，展示了外部恒星系统的物质是如何翻山越岭般穿越银河系，最终进入我们太阳系怀抱的。透过这些星际访客的轨迹与成分，我们其实是在阅读一份跨越数十亿年的宇宙履历表。这些信息帮助科学家理解行星系统如何从星际尘埃中凝聚，如何在恒星照耀下演化，又如何与其他系统发生物质交换与引力互动。这颗彗星的造访不仅是一次天文奇观，更是一次实战演练，它让全球科学界有机会测试并提升我们在早期识别、跟踪、分析星际天体方面的能力，为迎接未来更多的宇宙来客做准备。每一颗新发现的星际天体都是一本新翻开的宇宙教科书。通过对它们的统计、成分分析和行为观察，我们逐渐建立起关于它们普遍性的图谱。它们是否常见、构成如何、在太阳能量照射下会发生怎样的变化等问题，正一点点被解答。随着如 Pan-STARRS 和 Vera Rubin 望远镜等更先进的巡天设备上线，我们对星际天体的早期发现和反应能力将大幅提高。未来不排除有朝一日我们能为某颗星际彗星量身定制一次飞跃任务，让探测器近距离穿越它的彗发，获取第一手粒子与成分数据。Sun Atlas 的每一个特征，从它奇特的成分比例、异常的早期活动，到星际轨道与尘埃特性，都昭示着它与以往我们所熟知的彗星有着本质的区别。它不只是不一样，而是重新定义了彗星可能是什么。它所展现的化学特征和远日点活跃行为，就像一个无声的宇宙密码，把我们引向它遥远的故乡。那可能是一个光谱不同、组成不同、环境也截然不同的恒星系统。这些信息或许能成为人类首次触碰外星地质的线索。Sun Atlas 在近日点的表现，不仅牵动着天文学家们的目光，也可能重塑整个星际天体研究的技术路径和理论模型。它可能告诉我们，未来不该只是看到这些访客，而应主动靠近，
深入、互动。通过追踪3Atlas 的来源和轨迹，科学家正在努力复刻一套完整的星际碎片旅程模型，从它在外星系统中的诞生，被抛出母恒星引力场，漂流穿越银河空间，最终被太阳引力捕捉。这整个过程为我们描绘了一条星际物质迁徙的壮丽路线图。这次事件也给科研界提了个醒，如果我们想在未来把握更多来自深空的访客，就必须尽快提升从发现到深入研究的全链条能力。每一次提前发现都是一次抢占数据的先机，每一次实时追踪都是对未来任务的实战演练。